朋友们，大家好。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兵役法修正案，将征兵年龄下限从27岁降至25岁。相关法律文件公示于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网站。该法律在公示后第2天正式生效。乌克兰为何颁布这兵役法修正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那就是乌克兰兵源短缺，炮灰不够用啊。今天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每日新闻报道的细节。乌克兰的新法律《乌克兰兵役法修正案》将加强军队。乌克兰希望通过新法律动员更多新兵参加对俄战争，因为现在几乎没有志愿者了。适役男子登记条例正在收紧。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征兵条例改革，以加强在打击俄罗斯入侵部队的战斗中损失惨重的军队。经过几个月的审议，这项有争议的法律草案获得了通过。法律修正案旨在使基辅政府能够征召更多士兵，这是因为军队被迫在前线采取守势，不仅是因为武器弹药短缺，还因为人员短缺。乌克兰议员费边科说，征兵法的通过是向我们的伙伴发出的信号，即我们已经准备好夺回我们的领土，但是我们需要武器。更严格的应征入伍规定。该修正案主要收紧了适于服兵役者的登记规定。修正案生效后，所有18至60岁适合服兵役的男性在战时状态都必须随身携带兵役护照。这些人还必须在2个月内更新他们的个人数据，否则将面临处罚。今后，新的乌克兰出境旅行证件将仅与现有的兵役证件一起签发，然而这些只有在返回乌克兰时才能使用。除了对无视征兵号召和征兵通知的行为处以罚款外，今后还将面临吊销驾照的威胁。但也有少数例外的情况，比如违反规定而面临冻结账户的规定已被取消。该法律的最终文本也没有包括士兵在3年后退伍的权利。此前有传言称将为此通过一项单独的法律。在2月份的一读之后，共提交了4000多处修改请求。这说明法律改革的磋商是多么具有争议性。犯人可能很快被征入伍。泽连斯基总统最近颁布了一项法律，将预备役军人的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这意味着25岁至60岁的男性可以应征入伍。在乌克兰，妇女可以自愿服兵役。乌克兰可能很快也要征已判刑的犯人入伍。本周3，议会一读通过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监狱囚犯同意参军，则可考虑假释。然而，据议员们称，被判犯有性暴力、谋杀和危害人类罪或国家安全罪的囚犯将不符合条件。许多人拒服兵役。经过2年的战争，乌克兰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志愿兵人数明显减少，还有许多人拒服兵役。因此，地面部队司令帕夫柳克紧急呼吁乌克兰人应征入伍或愿意在军中服役。帕夫柳克在脸书上写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人能坐享其成。无论我们得到多少帮助，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武器，我们都没有人。设备不会自动驾驶，枪不会自动射击，无人机不会自动飞行。尽管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禁止应征士兵出国，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使用伪造证件越过国境逃往国外。在乌克兰，仅在波尔塔瓦州、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州和切尔诺夫策州就有7万多人被通缉。自战争开始以来，检察院已对46000多起逃兵和擅自离开部队的案件提起诉讼，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急剧上升，其中超过1/4是在2004年第一季度。军队、国民警卫队和边防军共有100多万男女士兵。据乌克兰门户网站 texty.org.ua 估计，剩余的征兵潜力约为500万。好，朋友们，报道就那么多。我们接着看网友评论，这些评论是在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 平台上的。第一条评论：对强征入伍的年龄已降至25岁，这一事实一笔带过。很有意思，用近乎责备的语气提及许多逃兵。基辅市长克里琴科的儿子们到底去服兵役了吗？
下一条评论，现实是中情局傀儡政权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发动民众风暴，将最后一批乌克兰人送上前线。下一条评论，不知为何，似乎没有乌克兰人愿意为腐败的潘多拉文件门总统、顿巴斯的欧盟黎梦霞、西方军火公司的利润加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而变成瘸子，这可以理解。下一条评论，现在年轻人也被煽动起来，泽连斯基真可耻。我希望他能告诉那些母亲，他们的儿子和父亲已经被无情煽动起来了。这位网友还插入了2个短视频，左边这个是讲乌克兰娃娃兵的事，不知是真是假啊。右边视频显示女兵已经在前线了。下一条评论，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丈夫、父亲和儿子要毫无意义的牺牲？下一条评论，因为乌克兰赢得太艰难了，所以他需要新的士兵来当炮灰。下一条评论，北约一如既往的全力以赴，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除了精英和他们的孩子们。下一条评论，昨天缺少弹药，每天都有新的坏消息，必要的时间是多久？多长时间是必要的时间？有替代方案吗？下一条评论，这是一部耻辱法。下一条评论，这种反战游行图上的文字是迎来和平而不是战争。下一条评论，让接下来的50万残废和死亡上前线是为了捍卫西方的自由，希望他们能够按照图尔贾法律的要求光荣牺牲。下一条评论，美国的北约东扩的强制征兵工作正在进行中，之后就轮到德国人了，然后北约媒体就会密集轰炸，普京要攻击德国，巴拉巴拉巴拉。Corrective 组织的群众示威会达到他的目的。下一条评论，太可怕了，为了地缘战略利益、自然资源、权力和金钱，无辜的人们在毫无意义的死亡，这部法律就是死亡的契文。下一条评论，都是些炮灰，很快就只剩女人了。下一条评论，他们正在为北约的利益毫无意义的送死，大家要警告年轻人，不要被当前联邦国防军的广告所迷惑，对他们而言，这与保家卫国无关。下一条评论，应征入伍的乌克兰男性也将被驱逐出德国吗？事实上，基辅现在对士兵的需求几乎比武器更迫切。如果德国不向他们交出这些应征入伍的人，乌克兰前线就撑不了多久了。下一条评论，特别是因为在最后一刻，法律中关于现役士兵复员和轮换的段落被删除了，就像承诺的那样，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下一条评论，还要让更多的孩子去当炮灰吗？下一条评论，让人无语啊。下一条评论，唐氏综合症患者已被基辅瘾君子送上了前线。从这个视频真的可以看出啊，这位可怜的士兵真的是患了唐氏综合症。下一条评论，好吧，这只波及到那些没有钱和人脉的耗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政客们和他们的子女不会受到影响。下一条评论，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句话有了全新的含义。但是如果乌克兰没有人了，谁来建设这个国家？尤其是谁来生活在那里？或者这就是欧洲的蓝图吗？给欧洲庇护政策提供新的生活空间？下一条评论，罗马教皇有勇气举白旗投降。下一条评论，乌克兰的人口正在不断减少，这是西方的引人注目的成功的政策。下一条评论，现在都让娃娃们上前线了，为了加强军队。下一条评论，如果几乎没有志愿兵了，强制征兵还有什么民主可言？下一条评论，要是普京没有无端发起这场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发生。下一条评论，看来俄罗斯人很快就要完蛋了，最穷的人已经要从乌克兰破坦克上偷芯片才能造出洗衣机了。下一条评论，
包括英勇牺牲。朋友们，天哪！插入的短视频显示，那么多战死的人，德国主流媒体永远不会展示这样的画面。我看到这么多乌克兰战死的士兵啊，真的心里非常难受。下条评论：我希望乌克兰人民能够觉醒，意识到他们是为了谁而被屠杀。西方国家需要一场胜利，以免再次颜面尽失。数十年来，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吞噬全世界的儿童。下一条评论：德国国家公共媒体的忠实员工们又一次尽职尽责，毫不批判地参与了战争贩子的行列，真是毫无道德的行尸走肉。朋友们，这张插入的图片想表达的是，缺胳膊少腿的妇女也能生育，意思是妇女也可以上战场。下一条评论：但乌克兰社会已经反抗，并忍无可忍了。下一条评论：我以为乌克兰人已经快打到莫斯科了呢。下一条评论：开始和平谈判如何呢？下一条评论：这些人被从街上带走，他们甚至连智障人士也不放过。下一条评论：所有举着乌克兰国旗，高喊着德国应该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给乌克兰等口号的人，现在都应该到前线去，包括勇气奶奶和所有不断呼吁提供武器的政客们。光掏钱是没用的，上前线战斗吧。下一条评论：德国国家电视一台每日新闻节目想看到更多的流血吗？下一条评论：为了军工企业的红利而充当炮灰。下一条评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动画很有意思。乌克兰被美国拱火去不断刺激大毛熊，然后大毛熊一口把二毛吃掉了。现在美国溜了，美国那些小弟们也屁都不敢放，一个个都溜了。这是目前关于乌克兰最真实的写照。下一条评论：越来越多的人被送上了死亡之路。下一条评论：你们可以停止为这些腐败的战争贩子唱赞歌吗？停止提供资金，不再提供武器，然后就会有和平。数百万人在乌克兰消失，人们在吸干我们的国库，交通灯政府还在支持这一切，太特马恶心了。下一条评论：我都理解任何不想为这个腐败国家去死的人。下一条评论：你们的战争已经输了。下一条评论：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最好制定一部法律，进行新的选举。下一条评论：为了美国的利益，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朋友们，这位网友贴出的这些文字，大意是拥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企业，如杜邦、孟山都、黑石等，现在已经掌握了乌克兰的命脉。面积像意大利那么大的乌克兰耕地，现在已经属于美国的大集团了。好，各位朋友，这些是推特这个平台上的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网友评论。从以上众多评论看，几乎一边倒在谴责乌克兰领导，谴责北约以及美国。这应该是比较能够反映德国民意的评论，与德国主流媒体官网上的评论完全不一样。一位德国朋友说，德国主流媒体上的东西都是宣传。我就想了，如果坐下来谈判，带来了和平就好了。无辜的老百姓死的太多太多，而政客仍旧吃香喝辣。你们说呢？